峰哥，现在极端气候真的是太可怕。南半球现在是什么？野火燎原。你看到这一段画面在哪里？在智利。我真的觉得，这开车在路上，我真的能想到这个城市现在变得跟地狱一样了。对，其实这画面看过去你会非常非常的惊恐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智利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的一个野火？而且呢，这个野火呢，原本呢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，结果因为智利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国家，它竟然烧成了一条火龙啊！现在来说的话，每年的这个12月到2月呢，是南半球的一个夏天，夏天已经够干了，没有想到这时候遇到什么？遇到热浪。对，热浪来了，气候更干燥更热，然后呢还遇到什么？遇到强风。对，你把所有的野火应该具备的3个要素全部点燃的。对，点燃情况之下呢，从点变成线，然后变成面，啪，整个烧过来。那这是什么画面？这是有朋友他在这个飞机上面，然后呢由上往下去拍一条火龙，就真的是沿着智利的国土这样子慢烧了起来。那慢烧起来的情况之下的话，你觉得有办法灭吗？暂时是没办法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就是康普塞西翁省，塞西翁大面积的野火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讲的道路全部都是火。对，如果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开车，你要往前还是往后？真不包腿不喽，你要怎么开？你这能见度大概就是你看到的这5-6公尺。对，然后呢，你一路开，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个尽头。它旁边全都是火，而且这个画面只是在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上面，你看到其他场景，它是整个山头、整个房子，甚至人都被烧死的。对，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现在已经烧死了18个人，最近的已经这个人数已经到了18人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它已经从山区的野火烧到了住宅区。对，烧到住宅区的话，就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你山区的野火，你可以想办法去灭；你住宅区有很多的助燃物，你现在看你家里的棉被，然后烧下来之后呢，你真的对于消防队员来讲就是疲于奔命，到处救火，但救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虽然这个地方住宅的密集度没有很大，对，但是因为风太强了，所以呢，它一栋跟一栋房子之间，风一吹，火星就过去了。火星就过去，你就有2条路，你赶快撤离。所以呢，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已经想办法把它撤离了2万多人。而这个面积呢，2区的野火的面积呢，你要想一件事情哦，8500。单位是什么？是公顷。对，你这种烧法，你觉得有办法停下来吗？真的没办法。然后最可怕，还烧到了医院。你说一般人你要逃难，其实已经很辛苦了。你这个医院，人家是开车，不管是汽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还是电动车，医院他坐的是轮椅啊。然后呢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你还要戴着这种类似 N95的口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烧的过程当中哦，会有很多有毒的物质出来。对，所以对智利来讲，现在这真的是很严重。那除了智利之外的话，它的邻居阿根廷也是。阿根廷也是。帕塔哥尼亚这个省过去我们都觉得它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，很多的朋友都到帕塔哥尼亚去旅行，然后拍这个网红美照。你看烧成一片这样，然后呢，很可怕的事情是，因为风很大，所以呢，它平均5分钟哦，你没有听错，5分钟就有一个新的起火点。对，什么意思？风一吹，你火星就蔓延出去。火星蔓延出去，因为它现在很干燥，你会想一件事情，奇怪，它这个东西也不是被滥垦滥伐，那它有这个树，因为它现在是干季，现在是夏季，所以呢，它这些树木的含水量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，已经非常非常少了。所以只要有一个小火苗到那边之后，就像你说的，智利有火龙，旁边阿根廷也一模一样，对，干季加强风。一整条都是烧起来的。烧起来之后呢，现在有一个担忧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赶快来处理的话，你未来48个小时你要往哪边去烧？帕塔哥尼亚，然后要烧去哪里？安第斯山脉。对，如果到安第斯山脉，那就完蛋了。它不是有更大的面积吗？你不知道烧下去之后呢，这可能怕对阿根廷来讲的话，是一个致命的危机。阿根廷以外，南半球的另外一个地方，澳洲也是山林野火。然后呢，这一个画面看过去，真的很难想象，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啊，大学毕业就去澳洲打工换宿，都是大自然的美景。可是你烧成这样子，你不觉得这就是地狱景象吗？你进到了地狱吗？怎么天空是橘色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火太大，然后加上烟。这个画面其实是澳洲的牛群。澳洲的牛群知道火靠近它之后呢，要想尽办法要逃。所以呢，这画面看过去很多的朋友就下面留言，救救那些牛吧，救救那些野牛吧。我刚刚看这画面，我以为是什么中国的沙尘暴，结果没有，这个野火太可怕了。对。
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